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风世界。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距离1989年那个惊心动魄的初夏已经过去整整37年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帝都，聚焦在紫禁城外那片广阔的中心空地，以及长安街畔那些冰冷的履带车上。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大西南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刻意掩盖了30多年，它同样血流成河，同样令人发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加赤裸裸地展现了中共官场那种毫无人性、只求保住官帽的冷血算计。37年前的6月4日的清晨，从成都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车厢里弥漫着方便面、汗水和劣质香烟混合的味道。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但在靠窗的座位上坐着2个心神不宁的大一女学生，其中一个女孩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们的手里死死攥着几张发皱的电报。那是前一天北京的高校派发到他成都老家的加急电报，内容冷冰冰的，带着毋庸置疑的命令口吻，要求所有离校的学生必须立刻返校复课，否则后果自负。这几个字在那个年代，对于刚刚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来说，就像是一道催命符。女孩的父母吓坏了，生怕女儿的前途就此毁于一旦。一大早，硬是把她和另一位来成都做客的同班女同学塞上了这趟北上的列车。这2个女孩坐在摇晃的车厢里，望着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心里头五味杂陈。她们刚刚离开的是成都的人民南路集会处，而她们即将奔赴的是风暴的最中心帝都。但是这2个涉世未深的年轻生命根本无法预知，就在他们这趟列车在铁轨上奔波的同时，他们身后的成都和前方的北京正变成2座人间炼狱。这就叫命运的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抽到的是什么。在火车上，那位家住河南洛阳的女同学突然撒起娇来，从成都到北京这趟车正好要经过洛阳。女孩嘛，离家久了，加上这几个月来跟着大伙四处奔波，身心俱疲。她拉着我那位朋友的胳膊说，哎呀，反正都出来了，电报虽然催得急，也不差这1-2天，咱们先在洛阳下车，去我家住一晚，洗个澡，吃顿好的，明天再上京城，好不好？我那位朋友一听，小女孩的心性也上来了。是啊，这几个月风餐露宿的，神经一直紧绷着，去同学家喘口气也是个极具诱惑力的提议。于是2人一拍即合，在这个看似随意甚至有点任性的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就在那天下午，2个年轻的女孩拎着简单的行李在洛阳火车站下了车，有说有笑地走出了站台。然而洛阳的街头显得异常压抑，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就在他们从车站回同学家的路上，马路2边的红砖墙上，那些原本用来刷计划生育或者优生优育标语的地方，竟然横七竖八地覆盖着一层层凌乱刺眼的黑墨水大字，显然是刚刷上去不久，墨迹还带着一股子冷冽的味道。血债血还，反对开枪，反对镇压。他们看着这些字迹，脑袋里一片懵懂。在那个信息断层、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他们哪里能想象得到这些文字背后代表的究竟是多么惨烈的真相？他们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但直觉告诉他们出大事了，而且是惊天动地的大事。2个人一冲进洛阳女孩的家门，第一件事就是钻进屋子，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个厚重的家用短波收音机。在那种滋滋啦啦的强烈电波干扰声中，2双颤抖的手不停地拨动着旋钮，试图在杂音中捕捉那一丝来自外面的声音。终于在跳过了无数个官办台的歌功颂德后，电波另一端传来了 BBC 和美国之音的声音。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嗓音低沉，甚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哽咽，正在播报着刚刚在北京发生的对那些血肉之躯的野蛮清场。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枪声录音和绝望的呼喊，2个女孩抱头痛哭。朋友们，历史有的时候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就在他们双脚踏上洛阳土地，
听着收音机里北京惨案的那天夜里，他们刚刚离开的成都，那一场由地方官员精心排演的血色罗生门也拉开了帷幕。就因为中途下了火车，这2个大一女生完美的奇迹般的躲过了人类现代史上最残酷的双城大屠杀。如果他们当时没有在洛阳下车，而是直奔北京，或者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听父母的话上火车，而是继续留在成都的街头，他们还能不能活到现在？这真的是一个让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后怕。为了讲清楚成都到底发生了什么，咱们得把时间线稍微往前推一点，看看我这位朋友在回到成都之前，在北京都经历了什么。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初夏的空气里究竟酝酿着怎样诡异的雷暴。37年前的4月，北京的春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躁动。4月27日，那场史无前例的100万人大巡游爆发了。我这位朋友作为一个热血沸腾的大一新生，自然也是浩浩荡荡队伍中的一员。当时的场面那叫一个壮观，学生们非常聪明，为了不给官方留下破坏稳定的把柄，他们打出的横幅全是邓小平文选里的原话，什么反对关岛，坚决拥护反腐败。你警察总不能连自己老大的语录都拦着吧？那天几十万学生硬是靠着血肉之躯，不带一丝愤怒，和平的一道道的冲破了警察组建的人墙防线。沿途的北京市民更是热情似火，不仅夹道欢呼，还自发的给学生们送水、送点心、送冰棍，甚至有个体户把整箱整箱的汽水搬到马路边，硬往学生手里塞。那种军民鱼水情、警民不冲突的温情画面，给了所有人一种巨大的错觉。大家真的以为人民的声音被听到了，正义的诉求胜利了。可是狂热往往是理智的坟墓。到了5月中旬，也就是5月13日之后，随着一部分年轻人开始在核心区域采取停止进食的极端抗争方式，整个事件的性质在悄然发生变化。我这位朋友虽然没有参与那种损害身体的极端抗争，但他几乎每天都泡在那片中心地方上。到了5月底，随着那道杀气腾腾的军管令正式下达，外地野战军的车辆开始在城市边缘集结。朋友在人群中凭借着一种近乎野生动物般敏锐的直觉，嗅到了空气中逐渐浓烈的血腥味儿。他看着那些在烈日下虚弱不堪却依然亢奋的同龄人，心里突然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直觉告诉他不能再待下去了，这事儿没法善终，必须回家。于是他拉着那位洛阳的同学，硬是挤上了一趟回家的深夜火车。没票怎么办？当时的北京故意允许学生无票上车，但人多得连行李架上都躺着，眼看上不去了，不知是谁从后面把他们2人从火车窗户给扔进去了。就这样，他们一路逃离了政治漩涡的最中心，回到了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在年轻的他们看来，只要回了家，躲进西南的盆地里，天大的风暴也刮不到自己头上。回到成都后，这2个不安分的女孩依然天天往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南路跑，那里也有大量的当地大学生在聚集。他们俩就充当起了帝都传声筒，绘声绘色地给成都的同学们讲述北京那边的见闻。可是他们太天真了，他们不知道的是，远离权力中心的成都并不意味着安全，相反，正因为山高皇帝远，这里正在悄悄变成中共地方大员们为了自保，为了向中央表忠心而设立的一座政治绞肉机。要看透成都惨案的本质，我们必须看看政客们在危机来临时的真实嘴脸。37年前的4月15日，胡耀邦离世，北京的高校开始出现悼念活动，整个中国的政治神经瞬间紧绷。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第2天4月16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发生了一场里氏6.7级的破坏性地震。这场天灾对于灾区的百姓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对于当时四川省的一位高官来说，却简直是老天爷送来的神助攻。这位高官就是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张浩若。
大家想想看，当时是什么局势？北京风向不明，上层大佬们到底是要安抚还是要镇压，谁也说不准。而成都这边的大学生也开始上街了，省政府门前聚集了大量请愿的年轻人。这种时候，作为一省之长，你表态支持学生吧，万一中央最后决定镇压，你就是站错队，轻则丢官，重则下狱。你表态严厉镇压吧，万一中央最后走怀柔路线，你就是激化矛盾的罪魁祸首，同样没有好果子吃。这就叫政治火药桶，谁碰谁炸。那张浩若怎么干的呢？这位深谙中共官场避祸学精髓的老狐狸，立刻打出了抗震救灾、人命关天的大旗，带着一帮随从一溜烟的跑去了偏远落后、交通极为不便的巴塘灾区。去了之后呢，他就不回来了。这地震救援当然重要，但作为一个常住人口几千万的大省的省长，在省会成都面临巨大社会动荡的时刻，他居然长期蹲点在通讯不畅的边远山区，美其名曰与灾区人民同甘共苦，实则是为了完美避开成都这个政治漩涡，静观帝都时局的变化。在中共的体制运行逻辑里，有一条金科玉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遇到这种路线斗争的敏感时刻，不沾锅就是最高的生存智慧。张省长借着借着震顿，把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雷管完完整整、结结实实的留给了留在成都主事的另一位大员，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张浩若躲了，杨汝岱可躲不掉。作为一把手，他必须直面这场风暴。而杨汝岱当时的处境比任何一个省委书记都要尴尬，都要如履薄冰。为什么呢？因为杨汝岱的脑门上贴着一个死死的标签：赵家军。咱们稍微扯远一点，当年赵紫阳主政四川的时候，搞农业改革有一套，老百姓当时有句话叫要吃粮找紫阳。有一天，赵紫阳下乡微服私访，到了下面一个县，发现县委书记没在办公室吹空调，而是在田间地头跟农民一起干农活，而且对农业问题说得头头是道。赵紫阳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务实啊，是个干将。这位在田里干活的县委书记就是杨汝岱。从此以后，杨汝岱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在赵紫阳的一手提拔下，官运亨通，从县委书记一路升到了省委书记，甚至坐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可以说，没有赵紫阳的知遇之恩，就没有杨汝岱的今天。但是在中共那种绞肉机般的政治生态里，知遇之恩这种东西，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和头顶的官帽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在这场八九之下的浪潮中，杨汝岱完美地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毫无底线的政治变色龙。4月中下旬，北京那边发表了一篇定性为动乱的426社论。杨汝岱一看，以为这是最高圣旨，立马在成都下令武警驱散请愿的学生。当时就有不少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可是到了5月初的5·4纪念活动期间，局势变了。赵紫阳发表了一番讲话，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年轻人的爱国热情，语气非常温和。这一下让杨汝岱产生了错觉，他以为自己的老恩人赵紫阳在最高层的博弈中占了上风。这只变色龙的皮肤瞬间就变了颜色。他开始在四川的各种会议上大谈特谈赵的讲话精神，天天把理智冷静挂在嘴边，甚至派出了副省长去跟学生代表面对面坐下来对话。不仅如此，杨汝岱还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帝都中心空地上的年轻人开始停止进食抗争的时候，四川省委居然成了全中国第一个致电党中央，公开要求中央高层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的省份。大家注意，这是杨汝岱的第一个全国第一。这时候的他是在向赵紫阳表忠心，是在豪赌赵紫阳能够掌控大局。可是赌徒的悲哀就在于底牌永远不在他自己手里。5月19日，那道杀气腾腾的军管令下达了，屠城派彻底占据了上风，而主张温和处理的赵紫阳被剥夺了权力，靠边站了。随后更是被长达10几年的软禁。当这个消息传到成都，杨汝岱的魂儿都快吓飞了。他猛然意识到自己下错了注。
不仅下错了注，自己头上那顶赵氏嫡系的帽子，此刻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屠城派清算的时候，绝对会把他这个前朝余孽往死里整。恐惧，极度的恐惧，扭曲了这个政客的人性。杨汝岱知道，一般的检讨和认错已经救不了他了。在中共的黑帮规矩里，要证明你跟过去的黑老大彻底决裂，唯一的方法就是交上一份沾满鲜血的投名状。于是变色龙进行了极其丝滑的第二次变色。就在6月初，当北京开始动用野战军残酷镇压的时候，杨汝岱领导的四川省委又成了全中国第一个除个别自治区外致电中央，坚决表态支持武力镇压，拥护党中央英明决定的省份。这是杨汝岱的第2个全国第一。但是仅仅是发电报表中心，对于一个有着深厚赵系背景的人来说，分量依然不够。要在新主子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杨汝岱必须在四川境内实打实地干出一件平息暴乱的大政绩。问题是，当时的成都压根就没有暴乱啊。到了6月3日，人民南路广场上的生源台旁只剩下几十个饿得东倒西歪、疲惫不堪的学生。交通恢复了，市民也基本散去了。只要政府不理他们，这几十个学生再过2天自己也就回家睡觉了，完全没有任何大动干戈的必要。但是这可难坏了急需向北京交投名状的杨大人。没有暴乱，那怎么彰显我镇压的果断？怎么体现我手腕的强硬？中共官僚的混账逻辑在此刻达到了顶峰。既然没有暴乱，那我们就制造一场暴乱。6月4日的清晨，就在北京街上的血迹还未干涸的时候，成都的杀戮开始了。杨汝岱为了避免动用本地那些可能对学生心慈手软的警察，特意从外地紧急调派了一批武警。这些武警根本不知道广场上的真实情况，接到的死命令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清空广场。一大早，大批全副武装的武警突然包围了人民南路广场，对那几十个还在睡梦中的学生展开了粗暴的抓捕。学生们惊醒后四处逃散，武警就在后面像赶羊一样追打。清场的过程不仅粗暴，而且极度张扬。抓捕学生的画面被很多早起上班的成都市民和路过的大学生看到了。这一下彻底捅了马蜂窝。成都是什么地方？那是个袍哥人家、讲究江湖道义的城市。老百姓一看当兵的这么欺负手无寸铁的娃娃，这还得了？消息瞬间传遍了成都的各大高校，成千上万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大学生愤怒地冲出校门，向市中心汇聚，要求政府释放被抓捕的同学。市民们也纷纷加入，人越聚越多，这正是杨汝岱想要的效果。人聚起来了，暴乱的雏形就有了。接下来就是单方面的屠杀和暴力升级。面对要求放人的学生，这批外地武警彻底红了眼。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普通的警棍，而是临时焊上了长铁钉的狼牙棒，或者是粗大的钢管。他们在带队军官的纵容下，像一群狂犬病发作的野兽，见人就打，见人就砸。在这场疯狂的殴打中，发生了一件惨案。一位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女学生，仅仅是当天正好路过市中心，根本没有参与任何冲突，却被几个失去理智的武警按在地上，用带有铁钉的棍棒活活打死。据后来医院传出的令人心碎的消息，这位花季少女身上大多数致命的伤痕竟然都集中在阴部。这种令人发指的施虐行径简直是禽兽不如。当女孩惨死的消息和武警无差别打人的消息在人群中传开后，成都彻底失控了。忍无可忍的市民和学生开始用路边的砖头、石块向武警还击，整个市中心陷入了大规模的警民混战。到了下午3点左右，局势出现了一丝诡异的停顿。一些理智的成都市民，包括老人和妇女，走到武警和学生对峙的中间地带，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当兵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人民军队爱人民，你们不能这样啊。当时的画面一度让人以为可以和平收场了。有些武警军官似乎也听进去了，放下了手里的警棍。
甚至有个军官向群众做了一个篮球比赛里暂停的手势。市民们一看有戏，为了表达和平的诚意，最前排的老百姓甚至主动席地而坐，准备选出代表过去跟武警握手言和。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这台权力机器的卑劣。就在群众坐下以为冲突即将结束的瞬间，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大爆炸声在人群中炸响。这不是什么和平的信号，而是武警毫无预警地向密集的人群发射了瓦斯弹。而且请注意，他们发射的不是西方国家那种相对文明只会让人流眼泪的催泪瓦斯，而是极其劣质的国产瓦斯弹。这玩意儿不仅声音大得像炸弹，而且释放出的气体具有强烈的窒息性，吸一口就让人感觉喉咙被死死扼住，根本喘不上气来。巨大的爆炸声和令人窒息的毒气瞬间在人群中制造了极度的恐慌。数万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没命地向四周奔逃，惨烈的踩踏事件随之发生，无数的妇女、儿童被击倒在地，尖叫声、哭喊声响彻了成都的上空。一位当时在现场亲历此事的长辈回忆说，那瓦斯弹爆炸的巨响直接把他的耳膜震穿孔了，大半个月听不见声音，而那种肺部要炸裂的窒息感，他这辈子都忘不掉。这就是杨汝岱为了向北京主子递交的投名状，他在天府之国的心脏生生剜出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如果说白天的棍棒和毒气是赤裸裸的暴力，那么当天晚上成都发生的事情就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令人背脊发凉的阴谋了。随着夜幕降临，成都市中心标志性的建筑人民商场以及附近的人民电影院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冲天，把成都的夜空映照得犹如白昼。官方的新闻媒体立刻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开始疯狂播报，定调极其迅速且决绝。这是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在进行打砸抢烧，看看这被烧毁的商场，这就是暴乱的铁证。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这场滔天大火的背后藏着一个连3岁小孩都能看穿的罗生门。事情平息之后，当时成都人民商场的总经理在一次地方电视台的采访中说漏了嘴，道出了一段惊天内幕。这位经理满脸悲愤地说，那天晚上8点多，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伙人，开始在商场各个角落点火。我们商场的职工拼了命地拿灭火器把火扑灭了。我第一时间就给省政府、市政府的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结果没过多久，这帮人又回来点火，我们职工又去扑灭。就这样点火灭火，来来回回折腾到了晚上11点多。我那天晚上给省市2级领导打了整整4次紧急报告电话，领导在电话里说知道了，高度关注，但就是没有派出一辆消防车，也没有派出一个警察来抓人。最后我们职工实在扛不住了，眼睁睁看着整座商场被烧成废墟。朋友们，咱们把逻辑盘一盘，那天晚上全成都市区都是军警便衣，戒备森严。有几个愤怒的市民在街角烧了几辆军警的吉普车，官方的便衣特务那是极其精准，当场就把烧车的人按在地上，后来直接拉出去枪毙了。可是在成都市最核心的地段，在一座巨大的商业地标建筑里，有一伙人反反复复地搞纵火破坏，长达3个多小时。商场经理4次向最高层报警求援，结果呢，政府装聋作哑，警察集体消失，消防车连个警笛都没响。这说明什么？这帮纵火的人是谁？为什么他们能享受不被抓捕的特权？答案只有一个，这把火根本就是官方默许的，甚至是官方暗中指派的便衣干的。这就是一出中国版的国会纵火案。杨汝岱和他的幕僚们太清楚了，白天用棍棒打死女学生，用毒气镇压市民，这叫屠杀，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只有把市中心最大的商场烧了，把财产损失搞得极其惨重，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把这起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没有大火就没有暴徒，没有暴徒，杨书记白天调兵镇压的行径就成了残害百姓的罪过。所以人民商场
必须烧，它不是被所谓的暴徒烧毁的，它是被那帮急需用这把火来漂白自己政治前途的老狐狸们生生献祭掉的。成都的抗争就这样在一场精心策划的暴力和阴谋中被强行按了下去。踩着成都老百姓的累累白骨，杨汝岱终于度过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危险的时刻。北京的屠城派大佬们看到了这位四川省委书记的果断与忠诚。但杨汝岱的表演还没有结束，在随后的清算运动中，在各种高级别的党内会议上，为了彻底洗清自己曾经是赵家军的嫌疑，杨汝岱展现出了令人作呕的无耻。他跳得比谁都高，像一条疯狗一样疯狂地撕咬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赵紫阳。他不仅坚决批判赵紫阳所谓的分裂党、支持动乱的政治错误，甚至为了彻底表忠心，连赵紫阳当年在四川打下基础的经济改革路线也被杨汝岱批得体无完肤。这种为了保住官帽而欺师灭祖、踩着恩人政治尸体往上爬的做派，完美诠释了中共逆淘汰体制的终极奥义。谁更不要脸，谁的心更黑，谁就能在这套绞肉机里活下来，并且活得很好。事实也正是如此，杨汝岱不仅没有因为站错队而落马，反而安安稳稳地做完了他的省委书记，后来更是成功挤进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舒舒服服地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享尽荣华富贵，直到寿终正寝。朋友们，37年过去了，当年指挥镇压的老狐狸们大多已经化为尘土，但在如今坐在中南海的包子之下，这套体制的底层逻辑变了吗？根本没有。从当年的杨汝岱到后来在疫情风控中把老百姓家门焊死的地方大员，再到如今那些为了迎合上意不惜搞垮经济、砸烂民生的各路诸侯，他们哪一个不是在算计着自己的官帽？哪一个不是把普通老百姓的命当成向上面递交的投名状？只要中共这个集权体制一天不解体，这种为了政治自保而制造的人祸就会永远在中国的大地上轮回。历史的真相绝不仅仅是为了缅怀逝者，更是为了警醒活着的人。拒绝遗忘，就是我们在这个荒谬时代里能够做出的最微小却也最坚定的反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请朋友们帮点个赞，把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记忆。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赶紧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